沙特通知30国排除俄罗斯，中国是重点。关于俄乌冲突啊，这事儿没有中国很难办。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计划在8月初举办乌克兰问题的和平会议，邀请包括乌克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在内的大概30个国家。然而，令外界想不通的是呢，作为冲突一方的俄罗斯却没有被邀请，反而被排除在外。而尽管乌克兰和西方官员都试图解释，之所以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是为了和平条款达成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能看得出来，这其中并不单纯。至少这个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较量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蔓延到了中东地区。而沙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举办和平会议要知道，俄乌现在呢其实是很难达成停火协议的，而举行这个会议呢，并且要把俄罗斯排挤在外，足以说明俄乌的较量不仅仅是于此的。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和平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呢，争取到有利于乌克兰和平条款的支持，并签署俄乌冲突的共同原则。也就是说，乌克兰方面的要求依然是没有变的，还是希望这个俄罗斯方面能够无条件的撤军，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等等。而除了邀请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席以外，有声音也说呢，沙特特意举办了这一场会议，中国是重点，而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参与。早之前，中国就一度拒绝参加哥本哈根会议而且呢，当时中方还特别强调了立场，那就是劝和促谈。而对此，现如今呢，由沙特牵头来组织举办这场会议，某种程度上，兴许是不排除想要中国来参加。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打从中国调节沙特、伊朗和好，并让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就更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而中国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线下联合国5常里面，可以说只有中国还依然保持着中立的立场，希望俄乌之间呢能够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换句话来说，想要俄乌冲突停止，坐起来谈谈吧，这事儿必须要中国帮忙，没有中国真不好办。当然，沙特在这个时候举办会议，很可能想借此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中东的产油大国，沙特虽然说是在过去没少受到美国的打压遏制，但是沙特仍然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而基于此次乌克兰问题变相而言呢，算是给沙特一个不错的待遇。然而，故意把俄罗斯排除在外，仅这一点这个和平会议恐怕就不具备通过促进俄乌双方交流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除了要中国帮忙，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俄乌双方了。如果说两国你真的要坐下来谈，那么即便不需要中国，你依然这场战争也能结束。反之，如果两国继续要打，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停下来。而就在近日泽连斯基声称的战争会逐渐的回到俄罗斯的领土，面对乌克兰方面的强硬态度，可想而知这俄罗斯当然不会妥协。所以想俄乌冲突尽快结束，或许没有中国很难办，但是有中国的同时更需要俄乌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